哇靠嘞！天堂今年版的内建自动打怪系统 ATS 已经彻底被外挂破解了。你没听错，原本官方设定的这个 ATS 系统，只能在特定区域污染的祝福之地才能使用。现在外挂已经绕过了这个限制，可以直接在一般野外地图开启 ATS 自动打怪了。虽然这个在2天前就有听到的消息啊，但今天确实有影片无码流出啊。我们直接来看看影片的内容吧。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女妖精啊，请注意她的 ATS 系统时间明明已经归零了，已经没有时间了。照理来说，在正常的游戏设定下，时间一到，角色就会停止动作，或者是依照设定飞回村庄。但是你看这个外挂角色，他依然在执行 ATS 系统，他完全无视了时效的限制，甚至在一般的地图使用。难怪最近大家都觉得官方抓外挂怎么抓都抓不完，甚至感觉越抓越多。因为很简单嘛，这个外挂就是用游戏原本的功能，它对于官方的侦测系统来说，就是使用游戏内正常的系统在运作，根本判别不了这个是外挂程式啊。外挂程式会变成这样，其实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啊。为什么我们会来玩经典版？不就是为了找回当年手动练等啊、聊天打架那种人情味吗？如果野外地图会被外挂这样破解，全面开放 ATS 系统的话，到最后这个外挂流出，结果游戏内的环境就会跟现在的天堂 R、天堂 W 或者天堂 N 一模一样啊。以后你在路上看到人跟他说话，他根本都不会理你啊。因为每个人都是挂着 auto 在跑，虽然线上人数看起来很多，但全部都是机器人，这就失去了网络游戏的互动本质了嘛。这点希望韩国原厂能重视啊，不然这个游戏真的活不了多久啊。说完这个令人气愤的消息啊，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2天游戏内的更新啊，分别是2月19号的定期维护，以及2月20号的临时维护，都做了一些改动。有些甚至是直接改变了这个20年来的游戏习惯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月19号的定期更新。第一点就是杂货商欧林所贩卖的对盔甲施法的卷轴，限购设定变为账号单位。这对于勤劳的跑腿玩家来说，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我们都知道之前的欧林卖的仿卷一张大概就比奇岩便宜1万块左右啊。然后呢，之前欧林牌仿卷是每日角色限购1次，所以很多玩家会创3个角色嘛，甚至更狂的会不断的删掉角色重新创，然后把角色练到5等变成侏儒，直接冲到地间7楼找欧林买仿卷，买完之后再存仓库删角色重新来过。虽然这个过程很累，但对于初期缺钱的玩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来源啊。你跑1趟就省1万，跑10趟就省10万啊。但现在改成以账号为单位，不管你有几个角色，不管你怎么删除角色重创，你一个账号每天就只能买1次。这个改动直接斩断了跑腿赚差价的这条路。第二个更新呢，是以上调法师的部分技能伤害。根据台服、韩服玩法师的玩家说，这波伤害上调是有感的啊，打怪效率确实有提升。但是法师玩家更需要的是回魔手段啊。现在法师最大的痛点不是打不死怪物，而是没打几只怪就要发呆回魔了。伤害改得再高，魔干的也都是一样啊，在旁边发呆啊。目前不管是台服还是韩服法师，最迫切的希望还是要有更多的回魔手段啊，不然练等节奏真的是会觉得很便秘啊。第3个更新是以变更说话之岛地图，说话之岛地间1、2楼的怪物个体数量。这个听起来是个好事啊，增加怪物数量，让新手更好练。但大家都知道，现在这几个地方满满的都是什么？没错，满坑满谷的工作室妖精大队。怪物变多，其实爽到的反而是这些工作室啊，他们的产币效率会更高。对于真正的新手玩家来说，你可能还是抢不到怪，甚至因为怪变多，更容易让工作室赚更多的钱。虽然这是一个不错的改动啊，但也是一个双面刃。接下来就是进入2月20号的临时维护，这边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改动啊。首先是法师30级试炼变简单了。第一个更新是改善法师30级进行任务条件。老玩家都知道，法师30级的试炼任务
要去不死地间。以前对那个阿鲁巴放香硝素把它变回骷髅，然后再用起死回生炸它嘛。但是现在官方取消了这个条件，我猜官方知道香硝素根本没有多少人有啊，所以根本没有多少人能够完成这个试炼任务。现在改掉了之后呢，可能这关就直接是一只骷髅了，直接对它用起死回生术炸下去就能解决。还有那个要释放造尸术的关卡，因为现在造尸术只有死亡骑士会掉啊，根本就是拿不到的法术。但是有个小技巧，就是在按钮上面放100块肉就可以开启入口了。第二个更新呢是轻量洪水，已经重量变回0了。这个改动真的很不错啊！之前出门练等负重就是最大的敌人啊，玩妖精水带的多，剑就会带的少。现在轻量洪水变成0，没有重量，对大家来说就是所有的轻量洪水都可以放在身上，不怕喝到一半没有水的情况啊。这个对一般玩家改动来说当然是很爽啊，因为续战力变高了嘛。但是这个对工作室来说更加是如虎添翼啊！之前我们无聊还会用狗去咬外挂，现在想到外挂他们也是把水所有都带在身上。现在他身上背了几千瓶清洪水，你要怎么弄他都喝不完。这让玩家想要手动制裁这些外挂又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然后第3个更新跟第4个更新就是血盟小屋相关的更新就不特别说了，因为不太重要嘛。第5个更新呢是折纸传令鸟变更为用1金币可以无限购买。这个更新其实蛮好笑的因为之前要1000块金币去买，根本很白痴啊！虽然这个性质本来就应该要1块钱金币了，但这个摆明就是官方两手一摊。哎呀，我们抓不完工作室外挂你们这些玩家帮忙抓好不好啊？说实话，大家不是不检举，是检举了没有用啊！我相信，就算之前1000块金币，也有不少人检举外挂跟工作室结果隔天或是定期维护后，那个工作室或外挂还是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射箭，根本就不是性质贵不贵的问题，是官方执行力有问题现在就算变成1块金币，大概只是让大家发泄用而已最后我们要来讲今天最重要也是影响妖精玩家最严重的更新，修正使用技能时一般攻击无法取消的现象。这个更新呢，官方直接修正了一个妖精玩家使用了20年的战斗技巧但在20年后，官方居然把它视为 bug 改掉了。以前我们玩妖精，为了追求极致的打怪效率，会在普攻射箭的间隔中穿插施放魔法，就是出质跟心灵转换。因为施法动作会取消普攻的后摇让下一箭射得更快，就是所谓的攻击洗魔的小技巧。一直以来，不少妖精都是靠这种技巧去清大批的暴走怪物因为妖精跟骑士的防御计算不一样，妖精的防御就算-70，也只是数值比骑士好看而已，但实际上说不定都没有-55的骑士能够扛伤害你在移动或地间可以看到有些骑士懒得走，被怪围殴，直接扛着围殴暴走的怪物直接清光他们。但是你很少会看到妖精被围殴之后扛着暴走的怪物在清敌人，因为根本扛不住就算防比骑士高也一样现在这个改动影响的不只是妖精可能会失去扛怪物暴走的情况，甚至会让打怪效率大幅的降低因为你在战斗中补血或者是放心灵转换就会中断攻击，要等施法动作结束后才会继续攻击。再来就是打怪的习惯跟手感完全的丧失了，很多妖精玩家就是习惯这种操作，现在改成这样，如果我还是用之前的方式打怪的话，就会打起来有点卡卡的感觉，整个手感跟爽度就会大大的降低。目前推测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韩国论坛那边之前有法师玩家抗议的太严重，因为法师练等没魔之后就要花很多时间去等魔回魔但是妖精却可以无限洗魔，当个永动机，法师玩家觉得不公平不得不说，为了这个平衡去砍掉一个20年来的机制，这个真的好吗？现在韩国论坛也出现了转职潮一些妖精开始说，既然改成这样子，就是要逼我喝水，不能边普攻边放魔法了。
那我不如去玩骑士，骑士防高血多，反正都要喝水练等，我何必玩一个手感完全丧失的妖精？这也难怪轻量洪水重量要改成0啊！我现在怀疑根本就是套好的套路啊！官方心想我砍你战斗洗魔，但我让你带轻洪水，你们就乖乖的把我送给你们的免费水喝光光吧！这个算盘打得还真不错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对于 ATS 系统被破解与更新改动之后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